男人送给孙女一辆黄金跑车，但他更喜欢骑马。他又送了孙女一套高级猎人裤装，但他喜欢穿裙子打猎。男人擦擦眼泪，夸赞孙女做得好，人就是要有自己的想法。小红帽今年满18岁，天天往森林深处跑，似乎是恋爱了。他十分生气，瞒着小红帽去到森林深处，想看是哪家的野男人拐走孙女，谁料竟然对一匹狼动了心。母胎单身39年，渴望恋爱的外公彻底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森林和村庄的边界住着一位孤僻的黄金单身汉，由于相貌过于出众，身材高大又强壮，还是格林威治集团的总裁，导致无人敢接近。除了一些喜欢看帅哥的阿姨们，偶尔会到这里送手工菜肴。他们总是活得特别自在，不在乎别人的想法。这位帅小伙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妇人递给卜林一条酸菜鱼和一盒腌萝卜，问。多金，力气大。指老婆中不限年龄，男子挺起宽阔的胸膛，自信地说。妇人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用疑惑的语气问，现在的年轻人不是都不想结婚？那是90后的小朋友，我35岁了，男子回答，眼神中带着年华老去的沧桑。天哪，是吃得多好，才有办法35岁看起来像25。仔细一观察，肌肉线条也不错，应该有固定打猎健身，6块腹肌在紧身衣下若隐若现。可惜的是，妇人没有生孩子，而且已经有老公了。她此番来到森林，只是想帮助邻居，顺便看看传闻中的美男。今日一现，果真气宇不凡。1.9米的身高顶天立地，锋利的五官美如冠玉，唇红齿白，鬓若刀裁，眉如墨画。他默默欣赏着宛如电影主角般的英俊猎户，不小心看入迷。10几秒后才回过神来，缓缓解释来意。叶太太一家遇到火灾，他们女儿逃了出来，可是父母无法再养育她了。他们没有亲戚，而且小孩是 Omega 家扶机构不受理。听大家说葛先生很怕寂寞，于是来问问你是否有意愿收养小女孩。卜林露出尴尬的微笑，他到处求相亲的事肯定传开了，全村人都知道他是单身汉，找不到老婆，没人爱。现在居然还有人想要他跳过结婚，直接开始养女儿。难道此生注定如同他的名字一般，只能做一个居住在森林深处的大龄魔法师兼哥布林吗？妇人见卜林面色凝重，似乎不愿意，于是贴心地道，如果葛先生觉得麻烦，我再想想其他法子，无需勉强。奈何卜林有拒绝恐惧症，不擅长拒绝，只擅长被拒绝。他犹豫再三，依然答应了下来。好，请让那女孩收拾好行李就过来吧，或是我去接她也行。闻言，妇人大喜，开心地摆手道，还请先生跑一趟村长家，把领养手续办理完，就可以带叶江化回家了。原来他叫江化，挺好记的，念起来音似野江花。男人点点头，背起一个深紫色的背包，便去迎接他未来的女儿。你好呀，小朋友，我的名字叫葛卜林，是你以后的爸爸。男子伸出手，自我介绍道，手悬在半空中，没有任何人去握。只见女孩露出嫌恶的表情，像个小大人一样，抬头对卜林说，我爸爸在火场里化成灰烬了，你也想尝尝火焰的滋味吗？卜林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急忙蹲了下来，向女孩道歉，抱歉，是我的错。你父亲是特别的，是唯一的父亲。女孩紧绷的神色有些松动，接着说，妈妈也不行，她辛苦生下我，抚养我长大，这辈子只能有一位母亲。不是，怎么被预设成男妈妈了？那称呼我为哥哥如何？男子问。随即，江化又恢复了嫌弃的表情，吐槽道，大叔，您出社会的时候，我才刚出生呢。那该叫什么好呢？爷爷，弟弟。这一瞬间，卜林感觉自己好像苍老了许多，懊恼到头发都白了。干脆叫我外公算了，他说。随口一句，女孩竟是点头同意，还十分有礼貌的朝他鞠躬说，没问题，以后请多多指教，外公。看着女孩精神奕奕的模样，卜林不禁感到心疼。对于父母离世的痛苦情绪，他掩饰得特别好，没有哭，也没有闹。究竟要经历多少哀愁，才会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，才会轻易接受一名陌生男子领养自己？男子暗暗下决心，要把这些年存的200万聘金
全部花在孙女身上。他要让可爱的孙女变成全天下最幸福的小公主。冲冲冲！左边，哈哈，往右，右。没错，太棒了！男子兴奋地指挥。外公，可以请您小声点吗？江化手稳稳地握方向盘，有些羞耻地道。江化不是软萌的小姑娘，谁见了都喜欢，但外公超级疼她，简直是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。外公曾经说过，无论一个人可不可爱，都值得被爱。今天是她生日，外公带她来玩赛车，租了整个赛车棚，只允许场地的服务人员一起进场玩。谁能够想到呢？月入10万的总裁，私底下这么幼稚又暖心，而且还不会开车，坚持坐副驾驶位。公主驾到，闲杂人等请让开。公主驾到，各位让一让，速速撤离。她举起双手，胡乱挥舞，干扰其他玩家。虽然玩家都是服务员，能在上班时间玩游戏挺开心的，但脚一踏入场地，就有种莫名的胜负欲，一定要赢，所以每个都拼了命的在竞速。女孩怕男子摇晃的身体掉出去，刻意减速行驶。转眼之间，卜林和江化就从第3名直线后退至第8名。外公，不要逼我！江化咬牙切齿道。现宝贝孙女要发飙了，卜林立即收敛情绪，一本正经地说：可不闹了，我的小公主，都听你的。难得来城市一趟，卜林带着孩子从百货商场的地下室往上慢慢逛到第60层楼。他们推着一个特别大的购物车，只要江化看上眼，就往推车里放。短耳兔叉子、绵羊蓝色绒毛拖鞋、QQ 软软的海豹小夜灯、黄色小鸭睡衣、卡皮巴拉后背包、犀牛折叠板凳、小美人鱼水壶，很快便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最后选了一顶用丝绒做的红色帽子，作为送给江化的生日礼物。收获颇丰，卜林雇用了一辆卡车帮忙载货。因为自小在偏乡森林长大，从来没有享受过都市氛围。离开时，小红帽频频回头，依依不舍地看着越来越远的百货大楼。他向男子祈求：外公，我们可以在森林里也盖一家百货公司吗？他知道卜林很有钱，只是吃穿用度比较节省，才住在偏乡的小木屋。闻言，卜林笑了笑，温柔地看着孙女说：江化，钱可以买到世界上的一切，除了2样买不到，你猜是什么？女孩的眼睛转呀转，反复回忆刚才逛过的商店。是已经被别人预定的限量精品吗？她猜测道。那些架上华美的雪貂皮革包包，手工打磨的情比金坚钻石项链，价值上万的香蕉艺术品和汉堡洋装，无一不是写着非卖品，仅供展示。对于女孩天真的回答，男子没有反驳，只是在返回森林边际时，他带江化沿着森林外围绕了一大圈。一阵微风拂过，香气沁人心脾。黄莺从头顶飞过，薄雾在林间缓缓流动，缠绕着每一颗红云山。松鼠从树洞钻了出来，抱起地上的松果，再快步跑回小屋里，一趟又一趟折返，似乎在为过冬做准备。小女孩挽着外公的手臂，跟着他一步一脚印向前走。步道两旁群山起伏，林海茫茫，在绿色的林海中间，点缀着一簇簇蓝紫色的鸢尾花，草丛则绽放着洁白的波斯菊。阳光像一缕金色的细纱，穿过层层叠叠的枝叶，洒落在草地上。秋意正浓，芦苇随风摇曳，路过时，它们会亲昵地蹭蹭你的小腿，拂去裙角的灰尘。空气新鲜的味道和鸟儿的悦耳歌声胜过了城市的喧嚣。女孩逐渐能够理解男子所言珍贵的无价之宝是什么。外公，你的意思是，就算变成全球首富，你还是有一天会老死，对吗？江化问。卜林眼眶泛泪，他才39岁，孙女已经开始关心他的寿命问题了。已经逝去的生命和时间，目前人类怎么也买不到，卜林回答。忽然下起了毛毛雨，打得两人猝不及防，湿透了衬衣。潮湿闷热的霉味诱发了女孩的性别分化，令她头痛欲裂。这个世界除了女性和男性，还存在 A、B、O 3种性别。通常情况下，有领导天赋的人会在约莫17、18岁时分化成 Alpha， 而富含观察力天赋的人则会变成 Omega， 其余便是 Beta。社会上多数的 Alpha 会和 Omega 结为连理，或是最佳合作伙伴，因为他们天生就像是古代的明君与良臣。
虽然随着社会进步，阶级制度已经被淘汰，但分化成不同的性别，身体素质是会改变的。Alpha 即使很少运动，也会越来越强壮，而 Omega 需要天天超常锻炼才能维持体态。Beta 身材不会受影响，但会越来越慵懒，爱上躺平的生活。Alpha Alpha Alpha Beta Beta， 男子焦急地站在一旁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僵化原先头就很痛，这下更是被吵得崩溃。外公什么都好，就是那张嘴一直嘎嘎，比鸭子还吵。吵就罢了，关键还没有用。叶僵化分化成了体弱的 Omega。完蛋，亲亲宝贝孙女会不会被 Alpha 绑走？ Omega 要吃什么可以改变体质？男子深受打击，当场昏迷在森林的步道上，还是被孙女拖着回家的。阿公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交不到女友了。女孩突然开口说。正在煮咖喱炖牛肉的男子立即盖上锅盖，小跑步至客厅，蹲在沙发旁边。他认真地看向孙女，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。他实在太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每次告白不是被婉拒，就是交往当天被甩。而且他性格温柔体贴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会打扫卫生，赚钱养家，假日还可以陪玩一整天，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。顶多太自信了点，也不算什么糟糕的缺点吧。沙发上的女孩脸色微沉，语气担忧地说，你应该是喜欢男生。男子陷入了无边的沉默。妖兽哦，怎么得出的结论？孙女看了什么奇怪的书？请作者不要乱教小孩好吗？注视着僵化手中那本标题写着反派师尊逼我爱的书籍，忍无可忍。他伸手抽走那本书，严厉地说，少看这种奇怪的东西，没收。还有你房间那几本搞基的，通通别看了，不如去森林里抓几只山猪回来。先少见到外公摆出生气的脸色，僵化乖巧地缩回房间，收拾好工具，安安静静地打猎去了。夜晚，天空乌云密布，月光微微透着亮光。猎人看见一位少女在深山独自行走，于是上前拍拍她的肩，提醒道，姑娘，这儿离狼群巢穴很近，很危险的，早点回家。少女将枪口对准了来者，说，我打猎10年，头一回见自己送上门的狼。小姑娘反应挺快，猎人收回搭在僵化肩膀上的手，漫不经心地推开猎枪，笑道，放心，我是来保护你的。交换条件是什么？僵化问。猎人没想到小红帽会问得这么直白，从来没有谁能看穿他的意图，勾起了他的兴趣。半眯着狭长的眼睛，女子神秘兮兮地说，姐姐我呀，其实养了一群狼，它们是很可爱的宠物，所以……后半句话他没有讲完，只是对小红帽投去一个可怜的眼神。原来女子是想要其他的猎者避开抓捕她的宠物狼。小红帽卸下腰上挂的钱袋，递给猎人道，给你狗粮赞助金。啊，知音难寻啊，妹妹。狼超级可爱的，对吧？谢谢你，今天肯定给野狼们上一桌满汉全席。女子说。因为猎人的话，小红帽想起自己还没猎到山猪，于是向猎人拿了一些生猪肉回家。卜林看见孙女回来，气早就消了，也不管她带回来的是一头猪还是一袋猪肉。拜托，孙女的爱，就算是狗粮她也愿意吃。两人吃了一顿温馨的晚餐，一起窝在沙发里欣赏最新上映的电影。等女孩隐约打起了瞌睡，卜林就把她抱回卧室，自己则打开笔电开始处理工作的事。男子的工作堆积如山，看似气定神闲的正坐在电脑桌，慢条斯理地敲着键盘，其实内心疯狂在天人交战，试图跟税役签订和平协议书。悲哀啊，职位都当到了总裁，过得却依然像个社畜。加班算常态，逢年过节不放假，奥克甲方钱一花，我便诚心跪地爬。只有窗台上的小盆栽能治愈他受伤的心灵。啊，存款数字上涨也挺疗愈的，比看心理医生有用。僵化性格谨慎，为了确认猎人有好好运用赞助，他每日都会进森林巡视，确认每只小狼都有吃饱。由于可以倚仗父爷爷，他不必再像小时候那样豁出性命工作为生。水电费跟生活用品外公会出钱，只需要偶尔打个猎，捕几只鱼，种菜，就可以自给自足。简直是千万少女梦寐以求的日子。
但他长大后逐渐发现，外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而是用健康熬夜加班换的。于是他计划要去报考森林护管员，好好发挥专长，也让身体素质不轻易退化。人生的路宛如河流一般蜿蜒曲折，有得必有失。上天让他一个有猎户家长的人，分化成身体娇软风吹就倒的 Omega， 真是极大的挑战。幸好每遇到危机状况，猎人都会神乎其技似的出现，护他安全。姐姐，谢谢你又救了我。少女甜甜一笑，足以融化半座冰山。不客气，猎人回应。如同雇了一名身手矫健的 GPS 保镖，有猎人姐姐在身旁，十分有安全感。可是猎人对这样的情形并不满意，甚至颇有微词。夏日炎炎，他竖起长发，对一旁正在耍废吃着冰淇淋的僵化说，万一哪天我不在的时候，你遇到危险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有制服野兽的能力，没问题的。少女自信地回应。女人虽然忧心忡忡，却也没有再继续说下去。毕竟那是她的人生，只有她能够去体验。自己只要默默在身后守护她就好了，这份心意需要保持一点距离才完美。西装笔挺的高大男人从三轮车上下来，刀刻般俊美绝伦的脸庞，没有丝毫温柔的情绪，薄唇轻抿，扫过来的视线冷若寒冰，像是能冰冻别人的骨髓。吓得一向胆大的猎人小姐，嘴里的 Pocky 草莓、巧克力棒都掉到了地面。啊，先生，请问您是哪位？那位男子身穿一袭绣金纹的暗紫色正装，服饰上的花纹流光闪闪，宛若夜空中的星河。他递上名片，悠悠地开口道：你好，格林威治集团旗下总裁格布林。小姐怎么称呼？虾米碗糕。这个总裁他正经吗？到底谁会在森林里穿西装还骑三轮车了？心里默默吐槽完，猎人小姐出于礼貌接下名片，回答道：格先生你好，叫我蛋糕就可以了。职业是猎人，但这边的农场是我管理的。听说我孙女经常来这里玩，她问。恕我冒昧，您放任小朋友进到森林，不觉得自己是失格的父母吗？女子冷冷地反问。卜林扶额解释道，是领养的孙女，她今年刚满18岁。闻言，猎人紧皱的眉豁然开朗，打哈哈道：抱歉抱歉，误会一场。这位格执行长，请问您来造访寒舍是有什么要务吗？男子没有回答，只是脸面凝重地看着饲养笼。面对女友的父亲，猎人显得有些紧张，手抖得跟筛子一样，却仍佯装镇定。由于对方没有接话，他只好自顾自地介绍起来，请你放心，我们这儿是合格的流浪动物管制中心，每周都会有宠物医生来检查。叶小姐所捐赠的款项也有好好运用在粮食补给、医疗和行政方面。男子恍若未闻，只是专注地看着小狼们上蹿下跳，互相打架翻滚。须臾才开口问，我可以喂他们吗？男子的头发雪白，皮肤白皙，有如昆仑山里洁白的雪莲花，一尘不染，连日光都不好意思留下斑驳的树影。这样一位美好的帅哥，竟然会成为独居哥布林，大抵是因为他特殊的行为模式实在太有距离感了，仿佛天上谪仙人，梦幻的像泡沫一样。卜林低垂着眼脸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修长而优美的手指如行云流水般打开铁窗，优雅，太优雅了，跟场景简直格格不入。太阳照向他的侧脸，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。他微仰着头，神色静宁而安详，嘴角弯成月牙的弧度，一只手搭在栏杆边缘，一手提着肉桶往饲养笼里倒，动作自然而潇洒，就像美型的王子那般矜持且高贵。然后他就被咬了。狼群排斥陌生人投喂，一个个开始暴躁地冲撞栏杆，有些扑上前抢夺铁桶中的肉，有些缩在角落，目光戒备，喉咙发出低沉的嘶吼，有些则不停地嚎叫，伸出利爪想越过栏杆攻击男子。扑哧！格先生，您没事吧？猎人憋住笑意，伸长臂膀挡在卜林和野狼们之间。他快速掏出一把汤匙，朝张开血盆大口的狼的牙齿猛地敲了几下，如黑曜石般澄亮耀眼的瞳孔，闪着凛然的鹰锐之气，在看似平静的眼波中暗藏着锐利如鹰般的眼神。野狼们吃痛，便乖巧地合上嘴，往后退缩。
野生动物都是这样的，只会顺从比他们更狠的王者。即使像卜林这种8尺男儿，也不似果断迅捷的猎人小姐有震慑力。带你去见比较好相处的烤鱼，女子说道。什么烤鱼？男人问。他喜欢吃烤鱼，所以我帮他取了名字叫烤鱼，女子回答。真是浅显易懂啊。随后他便引着卜林穿过树林，走到湖边，吹了个口哨。不到半分钟的时间，就有一匹小狼冒出来。一见到猎人来找他，棕褐色的小狼欢快地奔了过来，围着两人转圈圈。倘若是这匹狼勾引了孙女，卜林多多少少能够理解，毕竟她的鬃毛真的特别漂亮，性格又温驯，不似普通的灰狼，还通人性，比什么鬼火小子、黄毛飙车仔顺眼多了。他摸摸鬃狼的毛，向猎人小姐借来一条牵绳，挂到小狼的脖子上后，就领着它去散步。秋天的天气凉爽，天空很蓝，阳光没有夏天那么酷热，没有冬天那么寒冷。漫步在秋天的山林，心情宽阔舒畅，自然美景尽收眼底，满是美丽，令人遗忘了平日的繁忙。等等，先别走，男人阻止了即将出门的孙女。怎么了？老师又说我不思进取吗？我这个礼拜念书超认真的，不信你看。说着，小红帽亮出背包里的满分试卷。我和你一起去。卜林背起他的深紫色背包，说。不了吧，外公您年岁已大，还是在家好好休息。打猎小事一桩，这次我绝对给你带一头肥美的山猪回来。小红帽紧张到话都变多了，欲盖弥彰，说的好像他身体欠佳，时日无多，太过分了吧。当所有人都夸你长得年轻的时候，唯有亲爱的孙女会时刻提醒你，老家伙，别以为你还是青春无敌。哎，能怎么办？自己养的孙女，宠着呗。那些野狼蛮有趣的，我也想多看看他们。卜林说着，一只脚已经踏出门。连续好几周，小红帽都会带美味的肉出门。卜林工作较为繁忙，但会抽空在加班晚去到森林深处探望烤鱼。他甚至开车带烤鱼到购物中心，让小狼挑了一条材质舒适、外表美观的牵绳送给小狼当见面礼。他们一起在湖畔散步，一起坐在草坪上看星星，一起奔跑、打滚、追逐和玩球，如同真正的家人一样。这里的狼是否有开放办理领养手续？男子问。猎人震惊不已，野狼也有人想养。丹高对这种好事当然喜闻乐见，尤其总裁很有钱，肯定有好好照顾宠物的资本。只是如果男人想领养的对象是烤鱼，就有些问题了。你想领养哪只狼？丹高擦了一下不存在的汗，问道。烤鱼，卜林回答。他摆手说，再考虑一下吧。其实其他狼也特别乖，比如烤鸭、烤鸡、牛肉，我只喜欢烤鱼，他坚定地说。脚边的小狼像是能听懂一般，开心地蹭了蹭男子的裤腿。耐不住他恳求的眼神，丹高还是答应了，只需要等手续申请办理完即可。1日，卜林回家发现孙女又跑不见，猜测她是去找猎人了，于是也跟着前往森林深处。没想到还未走近，就看见点点萤火悬浮在半空中，20几盏琉璃灯整齐地摆在步道旁，折入月光，散射出类似萤火虫的光芒。苹果树上挂满了一条一条纯手工制作的书签，是由压扁的花瓣和枯叶做成，花朵交织成七彩的天幕，有如在夜晚出现了彩虹。凑近一闻，还有淡淡的青草芬芳、檀木、玫瑰和茉莉的香气。树下摆着一个白桦木圆桌，4张小板凳，中间有心形的蜡烛，火光摇曳，照亮了月光下的树林。一切是那么的震撼，恍如一片幽静的宝藏秘境，翠羽轻吟，暗香流转。云光霞影与花丛交织，展现天地从容的灵秀之美，引人忘却尘嚣，沉浸在山林之中。外公，生日快乐！岳父，生日快乐！老婆，生日快乐！3道声音自后背传来。卜林，猎人小姐请自重，别乱认老丈人，他还没答应这场婚事。而且按照辈分应该叫祖父吧？不对，重点是那个捧着蛋糕的少年是谁？他们认识吗？卜林风中凌乱，还未意识到这场庆祝活动是为谁举办，又是为了什么举办的。他怔怔地僵站在原地，身体转到半途，不敢置信地又转回来。
外公，谢谢你，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给予我一个温暖的家。江化凑到卜林跟前，坦率地说，我知道外公也是孤儿，白手起家，一个人生活了很久。虽然不晓得你的生日是哪天，但我们想为你庆祝。感动，孙女终于长大了。不知不觉中，她已经从14岁长到成年。曾经浑身携带着冷漠气息，抗拒与别人接触的女孩，如今也学会讲肉麻的话了。一滴水滑落，沾湿了干燥的泥土。外公，你哭了。你居然会哭？少女吃惊地睁大眼睛说，导致卜林有些尴尬。为了避免在大家面前哭得梨花带雨，男子开玩笑道，没有礼物吗？这份领养单申请被批准了，单高说，递给卜林一叠厚厚的册子。男子喜悦不已，急切地询问，烤鱼呢？他在这里吗？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此，他记忆中的第一个生日竟然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。他左右张望，却没有看见熟悉的小狼，倒是发现了树上坐着一位不速之客。野狼坐在树梢上，兴致高昂地看着树下的人。狼少年眉清目秀，风流潇洒，凌厉的剑眉下是一对细长的桃花眼，目若秋波，眼尾微微勾起，看狗都深情，让人一不小心就会沦陷进去。他高挺的鼻梁，厚薄适中的红唇，令人目眩的笑容，使得卜林难以移开视线。男人面色沉如墨水，语气冷冽地问，他是谁？江化，你的男同学吗？小红帽连忙摇头，立即澄清道，外公，我才不跟男生来往。他是烤鱼了。什么？难道烤鱼是狼人？分叉的刘海盖下来，遮住了眉目。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，男孩那层次分明的茶褐色头发顶上居然还映着一圈很漂亮的光环，暖阳般的气息从他的面庞扩散开。他没有笑，但清澈的双眼却忠诚地注视着对方。他用清朗的声音唤道，老婆，快点带我回去，我等不及要看看新家了。好，卜林怔住一会儿，才堪堪答应。年近40的老男人早已克服拒绝恐惧症，脑袋也可以自动过滤掉老婆这个不合事实的称呼。听过有些 alpha 因为宠妻子而自愿被叫做老婆，可是他半年前还是一名钢铁直男，实在很难适应奇妙的关系，更何况那还是一匹狼。只不过有一就容易有二，尤其这位狼少年是非人类，养起来比养老婆省钱。有伴侣，有小孩，有钱，还有房子，这不就是他理想中的生活吗？人生快过半百，回首愿望已在灯火阑珊处。唉，究竟是什么？爱是外公陪伴孙女，是猎人好意叮嘱，是小红帽精心准备的生日会，是狼心甘情愿被套上项圈。爱的形式种类众多，不分种族和身份，温柔的人相遇就会感到幸福。尽管如此，卜林还是想奉劝大家一句，珍爱生命，远离腹黑小狼狗，否则你的日子将会幸福到难以从床上爬起来。晚安。感谢各位细心阅读，请多多留言指教，订阅我即可收到最新消息。